普先对着镜头跟新浪娱乐网友们打个招呼。Hello， 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鹤棣。欢迎弟弟。那今天来到微博世界大会，有没有遇到一些新朋旧友？新朋旧友遇到不少，挺多的。我感觉你是属于那种社交分子、社交艺人。也不算吧，就是你碰到了就是朋友们，那肯定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就是聊聊天啊、叙叙旧啊什么的嘛啊。聊到什么让自己特别开心的事儿？没有吧，就见到张老汉了，跟张老汉回忆了一下桃花坞，询问了一下近况，见上了付航，啊，也是叙了叙旧，啊。你们俩之前有一段缘分，你记得吗？记得，就今天那个在红毯前的那个采访也就是有聊到，就是他也演了我年轻时候的姥爷啊。你们俩彼此都记得这事儿。记得。那有没有关注今年一些就是脱口秀的节目？当然，就这个很难不关注到，就是冲浪的时候都能看到。感觉你也是脱口秀的爱好者。不算特别深度爱好者，但是就是会看嘛，而且就身边也有很多朋友是这方面的表演者，就比如智事儿啊，雪晴啊，他们都有讲脱口秀嘛，所以以前也看，现在也多多少少都会看。我们也很好奇弟弟最近在忙些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工作近况。最近在剧组拍摄一部电影叫《星河入梦》，然后就每天在一个比较充实的拍摄中。这个角色能稍微剧透一下有什么特质？我觉得先保密吧，就是怎么说呢，没得到大哥的允许啊，就是没有收到就是剧组的允许，我觉得现在先就是大家可以期待吧，先期待着吧。那我们聊一个官宣了来，就是大奉打更人。然后这个作品官宣以来受到很多关注和期待，可否先介绍一下这个许七安，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许七安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行侠仗义且热血笨蛋的一个少年吧。对，在这个大奉里面能看到他的一路的成长，以及他有趣的且热血的一些行侠正义的故事吧。感觉和你本人很契合。对，我在饰演许七安的时候，其实也是这种感觉。对，学笨蛋。对，因为剧里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设置，它不是有那个古今穿梭吗？对，没有特别准备什么？其实也没有特别，反而我觉得不需要准备什么，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现代人嘛。所以其实这次进到大奉拍摄的剧组，反而不会像之前拍摄古装剧的时候要去找回古装的那个表演状态和人物状态。这次反而就是以自己的一个比较松弛的状态和比较生活的状态进入到那个世界里面，就感觉真的是自己就是从现实生活中切换到了大奉的世界那种感觉啊，就更自然了。对，明白。那我们剧组氛围是怎么样的？我们剧组氛围就可以说是相当的好啊，而且很热闹。而且我们剧就是因为演员角色很多，所以演员也很多，然后我们大家就是每天在现场很热闹，然后聊天，然后一起创作，然后大家都非常沉浸在这个故事里面。下班了过后还会就是比如说一起聚餐啊什么的，反正就是整个拍摄的过程中，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都很开心，很享受，这次跟小田曦薇合作有哪些特别的感受？人特别的感受，小田给我感觉就是很敬业，或者说就是他有一股劲儿，就小田就总感觉这个给人一种她是一个很有劲儿的一个女孩，然后在拍摄的过程中和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就是能带给你能量的那种感觉，互相帮助，互相这个创作嘛。他有做哪些事儿或者一些行为举止打破了你对他的原有印象？其实也原有印象和见到过印象其实没有太大的反差啊，就从之前可能看到一些小田的剧啊，和小田的形象和见到他本人的感觉其实差不多啊，挺一致的。那两位在剧组里分别是什么担当？分别什么担当？小田的话应该是团宠担当，因为她是公主，所以就大家就是都会把她当公主一样。我的话，我是忙内担当，我就是最小的一个。我们整个大奉里面，除了有一个我们小妹妹是，小妹妹多大来着？7岁左右啊。然后除了她以外，我就是我们剧组最小的演员。那有享受到什么忙内福利吗？其实也没有，他们也没有什么时候让着过我。那私下
看里是会更有像弟弟的一面，还是像哥哥的一面？其实我们演员在剧组的生活会有一个默契，就是说，会不自觉的带入自己的角色在大家生活中相处，就包括比如说我们在聚餐的时候啊，比如在一起玩的时候啊，其实都会带入到自己的角色去相处，包括就称呼也会不自觉的去称呼对方的角色名这种，所以在里面大家就是也没有觉得年纪大小的这种关系，反而是更多的是以角色之间的这种一个交流吧，啊。那比如说，如果有机会再跟小田二搭的话，会想尝试一下不同的故事或者人物关系吗？我觉得这个不设限，就是有什么样的本子，就是我觉得都可以去挑战一下和去体验一下啊。那要如果像姐弟这种呢？还好吧，我觉得我跟小田儿也就是那种姐弟感应该没那么强烈，大家都同龄人嘛。明白。然后说完剧集，其实今年也有在很多综艺里受到了很多关注和喜爱。然后我们还统计了一下，咱们这个综艺题材横跨这个像50公里桃花坞到说唱梦工厂到全员加速中，所以很好奇弟弟在选综艺的时候是有自己哪些维度的标准？其实我很简单，第一就是有趣的，我感兴趣的；第二就是有朋友，我觉得这2个点符合了，其实就很乐意去体验、去参与。目前还有想尝试的综艺类型？我感觉都尝试的七七八八了，但就是我可能现在让我想，我也想不到什么新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有合适的时机，很开心，能够有新的挑战和新的事物来带给我冲击啊。也提到像付航、智胜、雪琴，就都在脱口秀竞技的节目里，自己会想去尝试一把？不会，在台下当个观众挺好的。大家也很好奇，你有今天加到付航的微信吗？哎呀，说到这儿吧，这事就挺尴尬的。我今天见到付航了过后，然后付航告诉我俩一直都有微信。老尴尬了，尴尬死我了啊！脚趾抠出一个别墅，已经发出了邀请是吗？对，我见到他，我就跟他说，我说我那天想给你发个恭喜来着呢，然后我才发现我们俩没加微信，然后付航说来你扫我，你看看我们俩有没有微信，然后一扫我们俩又有微信，太尴尬了，尴尬死我了啊！最后有想起来是什么时候加的？其实就是在我们合作的时候加的。我觉得我们俩虽然没有对手戏，但有一天我们在现场，就是在后场的时候就一块儿聊天，那个时候就加上微信了。但是呢，这么多年呢，确实也没怎么联系过。然后加上我也没有备注啊，尴尬死了！付航老师，对不起。明白。然后最近就是智胜他们这个50公里桃花坞也衍生出了一个650的团综，知道这件事儿？知道。自己想去。怎么说呢？有邀请你去？就这么说吧，就是我呢一直属于是这个650的对家，对，我们在桃花坞属于2大龙头产业之一。看到650做大做强呢，作为这个对家，还是替他们非常开心的。对，去不去的话，我觉得这东西随缘，就随缘吧。就是如果在650没有相聚，但是就是我们还有每年有桃花坞的机会相聚嘛，所以当然去的话，应该会玩得很开心，会真的是当成一个朋友重聚的一个感觉去对待这个事情，而不是当成一个节目和一个工作，我觉得。比如说有机会的话，会想拉着，比如说王传君，我们也搞一个衍生团综。其实倒不是不行，但我们俩吧，确实也没啥才艺，也没啥能力，就能干点啥呢？这也没想好啊。自己也没想好。对。那比如说私底下2人聚在一起，常常会干什么？就吃饭、聊天、吃喝啊。我们俩只要聚在一起，都会下厨。那就适合衍生出一个美食节目或者吃播。倒也可以了。好，然后我们最近也发了那个合作的新曲嘛，《湖边 DISCO》。然后这首歌就是会，因为今年已经发了2首歌了，有给自己设置一些音乐上的 KPI 吗？其实没有 KPI， 我觉得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兴趣，我觉得就是在享受在这个里面就好了啊。那比如说，做歌、唱歌带给你最大的那个享受感是怎样？和朋友们一起创作的那个氛围，和做出一首歌的那种表达感和那种成就感，我觉得就是和自己本身也就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所以就这个过程会给我一个蛮大的一个就是充能的，充电。然后歌迷们、粉丝
丝们也看到了之后，都在说会不会也有新的音乐节现场了？有相关的安排，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期待一下。感觉有，好的。然后之前去参加时尚活动也上了一些意料之外的热搜，比如说像小狗包丢。哎呀，抓马，所以自己是经常会有这种意外情节、抓马情节的人吗？不知道呀，就是感觉老是有这种抓马的剧情出现在我的身上，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有时候有一点这种丢三落四的小毛病啊。那小狗包丢的那一刻的内心会慌张吗？当下没有，当下其实因为还在忙工作嘛，所以就是注意力还都在工作上。然后下班了过后，我的团队的人告诉我说，你把小狗包弄丢的时候呢，当时我还挺震惊，就吓死我了，就是怎么能把小狗包给弄丢了？对，然后就问他们找到没有，他们就跟我说找到了才放心的嘛。然后大家也总结了之前丢耳钉。对，确实有点丢三落四的毛病，那个我会努力改正的。那最近有没有相似的这种松弛过头的丢三落四的时刻？最近的应该就是小狗包了吧？希望今天不会丢点什么东西。今天走红毯的时候有带什么？今天有带我们那个大凤打更人中许七安的一个道具，是一个小铜锣，是他的工牌。对，然后那小铜镜我觉得还挺好看的，也挺有那个叫什么标志性的，所以就带着他一起走红毯了嘛。好，那最后来到我们微博世界大会嘛，自己有没有私底下追哪些剧和综，可以最后给我们推荐一下？综艺的话，那还是强烈推荐《桃花坞》和你好星期六了。然后剧的话，今年给大家强烈推荐《边水往事》，太好看了是我这个进组开拍前把这个剧给追完了就非常好看。自己会想以后尝试一下这种现实题材？当然，其实我后面《黑夜告白》其实就是也是属于这种现实题材和这种悬疑题材的，所以大家可以期待未来的话也挺想有更多的就是这方面的剧本和角色，然后让自己去挑战。不只是饰演热血笨蛋，还有更多的。对，我觉得演员就是在各式各样的剧本里面、各式各样的角色里面去探索、去体验。好，那我们最后还有一个互动环节，就是这儿有3个信封，然后弟弟可以选一个。会有对应的节目或者剧集。谢谢。抽了一个。3个一起拿。对，我想。对不起。看你想要哪个？对不起。没事。3选1就好是吧？文旅赛道、成长治愈、人际关系，我选个什么呢？里面是啥来着？里面是任务是吧？不是，就是综艺，可能抽到了一些综艺或者剧，然后聊一聊。如果是弟弟参与过的，就聊聊幕后故事；如果是比较火的，就看看你有没有追呀，然后对这个节目有哪些印象。那我来一个成长治愈吧，就是来我抽到的第一个吧。好。这是我们参与过的50公里桃花坞。聊啥来啥？这档节目会不会对你来说是很特别的存在？很特别。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很有归属感的一个节目，因为自己也是第3年，我算是第3年参加这个节目了，算这个节目里面的老人了。对，就是很有归属感。然后在里面其实带给我的人生的感悟还挺多的，在里面也认识到了军哥，然后丹妈，然后650的兄弟姐妹们，梦姐，就认识到很多好朋友吧。然后在那个环境里面和哥哥长辈们的相处，会让我吸收到很多的营养。然后在那个很神奇，就桃花坞在海口的，就那片海岛，对我们来说就是意义很非凡。就在那儿吧，老有一些就是不管是综艺之神的眷顾也好，还是说上天给的礼物也好，比如那种很美的晚霞，然后那种狂风暴雨和就是各式各样的东西，就会带给你很多平时可能在城市当中体会不到，或者说平时在繁忙的工作当中体会不到的一些感悟吧。感觉成为另一个故乡了，在那边。对，而且每次新的一季桃花坞回去的第一次的时候，那个感觉就非常好，非常美妙。然后就回去的那种感觉，跟回家的感觉其实一样。
然后和身边熟悉的人又相聚了，然后又在一个自己熟悉的环境，然后又开始一段新的故事，就那种感觉会很美妙。而且就是中间又隔了1年，这1年大家又都有成长，大家都有就又有不一样的经历，然后在这个1年中，大家又互相彼此挂念，彼此联系一下呀，然后又到见面，就那种感觉就很好。但是另一面来说，它也是一档真人秀综艺嘛，也是那种24小时超长拍摄的，就是你身处其中的时候，会意识到这是一个节目正在拍摄吗？或者会给你带来一些压力吗？一开始，其实自己之前也有过就真人秀的这个经历，去了桃花坞过后呢，相对来说会算比较适应的，但是到了后面过后吧。包括就像我之前说的，我都是这个节目的老人了嘛，就是跟导演组跟我们这个节目组其实已经建立了这个信任和建立了这个默契了，包括跟我们的指导谢导和他们其实也和包括我自己的 PD， 其实我们除了就是我们桃花坞的15个艺人以外，桃花的嘉宾以外，然后其实我们和幕后的每一个兄弟姐妹们其实都相处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回去的时候，除了镜头内的那些东西吧，还有镜头外的和幕后的兄弟姐妹们相处也很好。所以，就当和大家都建立这种信任和这个默契过后吧，在那个真人秀的环境里面去录制、去生活，其实就不会觉得把这个当成一个节目在做、在弄，而是真实的在里面过日子。就那种感觉。那最后给一个机会，如果弟弟还可以邀请一个人，因为我们已经是老人了嘛，再去新一季桃花坞，你会拉上谁？我想想，我怎么想到都是去过的呢？就是希望他也能感受一下这个治愈的过程。要不我带何老师去吧？何老带何老师去。忙碌的通告中再加上一个桃花坞。没事儿。我们也很期待弟弟在嗨6嘛，跟何老师再见面。当然，